大家好，这是我家的一个洗脸池，半个多月前突然漏水了。这是我们住进这个房子以来，这个洗脸池的水龙头第一次漏水。我以为老公会像修其他地方漏水一样，很容易就解决了，根本就没打算拍视频。哪知道后来修理很困难，经历了2次买工具、1次买零件的过程。这10多天都是用盆接漏下的水。这种呢是直接装在这个墙上的，这个盆呢叫 sink， 这个 sink 呢只有漏水的，那出水呢都是在墙里面。那你要想关这个的话呢，是关不了的。所以在修之前，都需要到地下室把总阀门关上。为了检查里面的情况，先在冷水水龙头周围开了大一点的洞。老公先从网上买了这一套工具，选了其中的一个，想把墙内的管子拧下来。拧了半天，工具已经变形了，管子纹丝不动。又试了其他几种方法，还是拧不动里边的管子。看来这个工具是不行的，这个工具就留作其他用途，再去买新的工具。老公去当地的汽车配件修理店，找到了一个比较硬的工具，但是尺寸又短了，所以他退了，又从 Amazon 上买了新的工具。在 Amazon 上面就找到了一个台湾生产的，那么它这个叫 Extra Deep Socket。用这个新买的工具，就把水龙头的管子拧下来了，不容易啊。拆下来以后，看看头上这个白色的，因为长期使用被磨损了。试着用几种不同的薄垫圈，还有其他方法，还是解决不了问题。还是漏水，所以决定还是去换零件。这种配件在 Lowe's、Home Depot 都买不到，它是比较特殊的。好不容易在城中心的一个专卖店才找到这个配件。店员说要买就买一对，因为有热水、冷水。可是我们只是冷水坏了，2个要200多块钱，不需要那么浪费啊。所以老公跟他们经理商量一下，只买1个也可以，所以这个花了100多块钱。但是这个配件也不是拿回来装上就好了的，它比较长，还需要结。密封不好了，太麻烦了，就是这儿都已磨平了，意思讲呢，里面磨损了以后，这个橡胶圈就压进去了，那这个还凸出来，可以看得出来吗？看看。一个厚一个薄，一个厚一个薄，要是侧过来的话，这个有很多的突出的地方。它设计的不好，如果光一个垫圈换了它就好了，它搞的什么？在这里面它是要旋转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旋转的时候，它在闭上。哦。这个旋转的时候，靠这个旋转，然后关上。这是闭上了，这个没水，然后往右边就打开。那么这个里面呢是 ceramic 的，就是叫什么瓷的，瓷的部件，这里面是2个瓷的部件。搞得那么贵。店员说就是这个瓷的部件磨损了以后，现在就漏水。工具不够长，够不着那面，所以还得结。那我先把这个外面套筒给拿下来。这样是不是？这样看看可以。这样的话是能卡上的话就是外面要，我现在先把它装上去。对，装上去试一下漏不漏水，是不是个正。在结之前，先装上试一下，确定不漏水以后再来截断，省得截断了以后装上去又漏水，这100多块钱就白花了。这是手拧。这个装上去了，装上去以后，现在你看龙头是不出水了，这是热水。那热水管关了，立马就没水了。
然后这是冷水原来出问题了，这是原来关过，然后再开水的话里面有气，那现在再关上，关上以后它不漏了，好不容易才修好，哎呀，真但是，现在问题哎呦，就是怎么把它截断，怎么把它装回去，现在是个比较头痛的一个事情。我用这个抖动锯来锯，抖动锯呢，你只要装上一个可以锯铁的锯片就好了。这个呢，它是可以锯木头，也可以锯这个金属。那现在我画了线，我知道什么地方要锯。那现在家里没台前，先试试这个看行不行，看能不能。稍微搓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划了手。搞好了，把它松开来。因为这个是塑料的，所以不大会能把这个螺纹夹坏。现在没什么变化，好了就是夹不坏。第一个是要加了纸。前面装了这个外面的套圈，套圈是为了装这个装饰物。然后现在的这个呢是关水不关水，是里面那个轴在这儿，所以这个也长。这个长的话呢，也是要把它锯掉。我现在量好了距离，现在呢就是锯，夹住了以后，来看，先顶上去。这两个都是被锯下来的，太长了。应该是套进来。先要去试一下这个开下水，看它漏还是不漏。先试一下。现在这是开，然后这边是关。那我下去开总阀。你下去开总阀。那现在装好了，装好了以后先试一下它里面漏不漏水。那现在里面呢，这个是不漏水的。然后我们再试外面的这个龙头。那我现在开下水，然后再把它关上。不漏了。那现在就是一滴水也不漏，然后热的，然后把它关上，都不漏了。都不漏。然后这是开，然后把它关上，发公告声，这样就算好了。然后我现在呢，就再把它装回去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呢是挡着墙的，你看啊，它这是把那个洞给挡，要不然你也得补洞。我就是当时开洞的时候，我画了一个圆圈儿，就是根据这个画了一个圆圈儿，然后开的洞呢就在这个圆圈里面，这样就不用再补洞了。费了很多周折，好不容易修好了。老公还想总结一下经验，分享给需要的朋友，以免他们走弯路。那么买了一个套筒扳手，是6毫米到22毫米的，虽然尺寸有合适的。我们前面已经说了，就是它这个材料太薄太软，所以呢，又去 Home Depot 又去 AutoZone 买了一个稍微短一点扳手，像这个一样，但是短。后面呢，最后呢是在网上面找到的，这个呢就管用了。这样呢，等于呢是修这次花了多少钱呢？套筒扳手大概是20吧，这个呢是18左右。套筒扳手还没管用。但是这个是等于没有用，没有用也可能留着以后做别的，反正这个已经坏了，也不可能退了，难找。这个只有这一种啊，运气好呢，就是网上面有正好16毫米的。关键就是它里面的东西，这个阀芯这个花的钱比较多一些。阀芯的话，因为要换，你要是请人来换呢，一般是2个都同时换。但是我觉得呢，2个同时换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一
2个要买的话199再加税，那就200多。所以后来我问了店里面最后他问了经理说啊，一个也能卖吧？这个因为毕竟一个就99，还要加税，因100为多，零件就150。好你要这样在是请人来干的话呢，估计他在收你这个零件费，他肯定不会收你这点儿，所以零件费再加这个上门费，我估计出厂费，他肯定另外再加一个可能600-700都不止。好不容易修好了，如果要请人的话，不光是难请，花销肯定很大，估计还需要补墙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